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学同学聚会上，昔日暗恋的女神和我表白。就在我愣神的那短短几秒钟时间里，包厢里爆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嘲笑声，老同学们的嘲讽此起彼伏。你们看他那个样子，还以为是真的呢，也不照照镜子。来，我赌赢了都给钱，一个也别想跑。周虫，你一个穷鬼还想恋爱？不知道穷逼没有恋爱资格吗？面对他们的嘲笑，我一言未发，只是打了一通电话，通知助理将烂泥白月光的名字从海选名单上抹去了。是啊，我确实没有恋爱的资格，所以才迟迟没有答应当红影后对我死缠烂打的追求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将车子停在饭店门口，我随手将车钥匙递给了泊车的小弟，他看着手里阿斯顿马丁的钥匙，手指都有点发颤。我朝着泊车小弟露出了和善的笑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别紧张，随便找个车位就行。好的老板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开这样张扬的车出门，但毕竟是参加大学同学聚会，毕业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仍旧有些想要一雪前耻的念头。走进饭店，我顺着宋安发给我的包厢号站在了门口，还没进去，就听见包厢里嘈杂的人声，男女生混杂，我依稀辨认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。要说大学时候最出名的还得是周虫啊，全校谁不知道她？别人都是因为太漂亮、太聪明出名，她倒好，是因为太穷出名，哈哈哈哈！这名气给你们，你们要不要？我垂眸看着自己意大利手工定制的皮鞋，微微勾起了嘴角。我确实出名，大一开学不过短短1个星期，周虫的名字就响彻了整个学校。因为上交班费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是支付宝或者微信转账，只有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叠杂乱的纸钱，一张张的数好放在了班长的课桌上。我没有智能手机，唯一的手机是高中毕业后买的老年机。从那天开始，全校所有人都知道大一金融专业有一个男生连智能手机都买不起，一个人50块钱的班费，我硬生生数了20张纸钞，那50块钱还是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不眠不休兼职赚来的，扣除了读书的车费和学费，也没剩下多少。后来班里的男生给我取了一个绰号，叫周钞票。在进入大学之前，我从不会因为没钱而感到羞愧，因为生长在偏僻的县城，虽然生活条件拮据，可县城里的人们大多条件相似，哪怕我格外贫困，也不会有过大的差距。可那个一线城市太大了，大到我抬起头都看不见别人的脚底板。想起大学期间因贫穷而流下的泪水，我抬手抚平了西装上的褶皱，轻轻推开了包厢的大门。原本聊得火热的同学因为我的到来而安静了片刻。宋安站起身来，对着我招了招手，周虫，你坐我边上吧。我朝着宋安的方向看去，一眼就看见了那空位另一边的女人，大波浪的长发和红唇，时间的流逝让她的美貌越发的突出，也越发的明艳动人。和我一样，程婉晴也是学校的大红人，她是校花，我是校花。可当年的我和所有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，不知死活的喜欢了她4年。程婉晴注意到了我的视线，抬起头来，对着我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。大学4年，他从来没有拿正眼看过我。突如其来的示好让我的心中升起了一丝疑问，
难不成他已经知道我现在的身份了吗？但我成立公司到现在，从未接受过任何杂志的采访。我心中满是疑惑，却仍旧朝着宋安走了过去，因为宋安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的好友。程婉晴突然站了起来，在我入座前挡在了我的面前，她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绯红，像是青春时期的小女生，犹豫着不敢看我。周崇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读书的时候要面子不敢告诉你，现在和你说，会不会太晚了？我的心中没有什么起伏，当年的感情早就已经消散在了时间的长河里。我只是在思考，是谁将我的身份透露了出去。要知道，这件事情我连宋安都瞒着，可我只是短暂出神了几秒钟，程婉晴的神情一下子就变了，羞涩的笑容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她眼神里明晃晃的嘲笑。程婉晴伸手捋了一下自己的长发，对着所有人勾了勾手指。你看，我说了，只要我勾勾手指，它就会自己舔上来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包厢里就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嘲笑声。那些因太久没见而有些陌生的面孔，因为这样的嘲笑而和记忆里的模样缓慢的重叠。我逐渐回想起了每个人的名字，你们看他那个样子，还以为是真的呢，也不照照镜子。来，我赌赢了都给钱，一个也别想跑。周崇，你一个穷鬼还想恋爱？不知道穷逼没有恋爱资格吗？不绝于耳的嘲笑声并没有让我的心情产生多大的起伏。如果换作是几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或许会因为这一次的玩笑而进行好多天的精神内耗，但创业初期，我听见的话比他们所说的难听成千上万倍，早就已经有了抵抗力。如果因为几句话就产生愤怒的情绪，我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领域活到现在。也许是因为我的神情看上去太过于冷静，他们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。我终于找到了说话的间隙，笑着问道：说完了吗？我可以坐下了吧？程婉晴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，大约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看上去改变了这么多，也难怪她这样觉得。读书的时候，我是连上台说几句话都会结巴半天的人，可现在我却能对着几百个人的会议室侃侃而谈。我微微点了点头，拉开椅子就要入座，可身后的椅子却被人猛地抽走。如果不是我反应迅速，就要直接跌倒在地上了。我转过身去，可让我感觉惊讶的是，抽走我椅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宋安。宋安一改刚才对我和善的模样，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讽刺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可以坐我边上吧？他的语气冰冷，让我感到陌生。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没有完全掌握事态的发展情况，只能暂且皱眉看向他，等待着宋安接下去的话。程婉晴撞了一下我的肩膀，走到了宋安的身边，洁白的手臂搂住了宋安的脖子，声音酥软，就是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还想坐在我们宋总的边上。宋总，宋安微微抬起下巴，脸上写满了骄傲和自得。他不打算解释，自然有的是人开口替他解释，说你土鳖，你还真是什么新闻都不看。宋安现在可是宋氏集团的总裁，近几年发展势头最好的公司就是他的了。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宋安肯定会有出息的，你看看几年没见都已经成了总裁了。那些昔日嘲笑我们的人全部都换了一副嘴脸，对着宋安就开始拍起马屁来。宋安显然是很吃这一套的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却已经开始抖腿了。我对宋氏集团倒也有所耳闻，
这家公司近几年的发展势头确实很快，可根基不稳，刚刚崭露头角就得罪了不少上市公司的老板。我和朋友们都觉得他的前景一片渺茫，没想到竟然是宋安的公司。我与宋安读书的时候是难兄难弟，我是笑话大王，他是笑话小弟，但不是因为家境贫困，而是因为宋安的父亲是个残疾人士。宋安不喜欢他的父亲，嫌弃对方给他丢脸了，常常在我面前辱骂。我不赞同，却也明白尊重他人命运的道理。那个时候，我与宋安经常一起吃饭，本质原因并不是关系有多好，只不过是一样被排挤的人相互取暖。但他与我不同，宋安喜欢跟在那些有钱人的屁股后面，就算被嘲笑几句，也从不放弃。他常和我说，自己有朝一日要成为人上人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就很少联系了。没想到宋安现在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我露出了真切的笑容，恭喜！可不曾想，宋安听了我的话，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，冷笑道：“谁稀罕你的恭喜，周虫？我和你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，你懂吗？”宋安说话的语气带着明晃晃的恶意，可我并不清楚这样的恶意究竟从何而来。在我看来，哪怕当年的我们三观不合，但也没有产生过什么冲突。可宋安接下去的话却让我恍然大悟，少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早就说过的，我会成功的，而你就带着你该死的做人的道德，做一辈子的穷鬼。宋安冷笑着看向了角落里的那个冷板凳，那边才是你应该坐的位置。你这样的人还想上桌吃饭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我看着宋安，心里止不住地产生笑意。大四那年，毕业生都离校实习，我和宋安也不例外。我选择进入一家不错的公司，积累工作经验，而宋安则是削尖了脑袋要创出一番大事业。他做的第一个选择是将自己恋爱了2年的女友拱手让人，换来了一批创业资金。为此，我和宋安大吵了一架，不欢而散时，我骂他是个泯灭了人性的畜生，可宋安却说他会成为人上人。原来他是因为这句话极恨我至今，甚至还特意在成功后举办这一场同学聚会，让程婉晴来羞辱我。我想看看他还能做到什么地步，于是一言不发地朝着角落的那个冷板凳走了过去。看看周虫这样子，还真是一条听话的好狗。怎么，喜欢养狗？那你带回去啊。宋安笑着看向说话的男人，我对他有印象，赵建荣。读书的时候没少为难我和宋安，仗着爸妈有点小钱在我们俩面前作威作福。可现在面对宋安的话，赵建荣只有笑着点头哈腰的份。哎呦，宋总你说笑了，这么听话的狗当然要给你留着了。他说着拿起面前的酒杯来一饮而尽。宋安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冷笑，显然是对赵建荣这样的做法习惯至极。程婉晴坐在了他的身边，挽着他的手臂撒着娇。宋总，您什么时候帮我联系崇明娱乐公司的老板啊？人家想要签这个公司吗？我抬起头来看向程婉晴。崇明娱乐公司是我的产业，2年前公司以极快的速度在娱乐圈崭露了头角，更是在这2年时间里成为了领头羊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娱乐圈不知何时传出了一句调侃的话，说是只要进入了崇明娱乐公司，在娱乐圈的未来前景就已经光明了一半。程婉晴因为长相突出，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兼职模特。我本以为她已经不做这行了，
没想到竟然还有进入娱乐圈的打算。说起来，我们公司最近似乎确实要进行新人的选秀。放心，我过2天就找老板去聊一聊。宋安很享受他的谄媚，伸手搂住了程婉晴的肩膀，任由对方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个口红印。程婉晴笑着偏过头，与我对上了视线，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，转而成为了厌恶。周崇，你看我的是什么眼神？我让你看我了吗？宋总，你看他，摆明了就是一副对我居心不良的样子。宋安冷眼看向我，在与我对视了几秒钟后，突然笑道：“周崇，我倒是没想到你这么专一，竟然还喜欢程婉晴。这样吧，我们好歹之前朋友一场，你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把我的鞋子舔干净，我就让程婉晴和你睡一觉，如何？”宋安的话音刚落，不只是我，就连程婉晴的脸色也变了，她面色惨白，试图与宋安撒娇：“宋总，我可是您的人啊。”宋安淡淡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情绪。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”这样略带着威胁的语气，让程婉晴所有的拒绝都难以说出口。他只好强撑着露出了一抹笑容，轻声道：“怎么会呢？我都听您的。”他的乖巧让宋安很满意，像是对待一只听话的宠物一样，伸手掐了掐程婉晴的脸，转头又用嘲弄的目光看向我：“如何，周崇？别拒绝我的一番好心。”宋安的适应能力确实很快，钱还没挣到多少，倒是把圈子里的那些坏习惯学了个十足十的相像。我没有理会他的话，只是回着助理的消息，让他把程婉晴的名字从海选名单上划掉。我们公司不需要这样靠着身体搏上位的人。宋安被我忽视，一张脸阴沉的厉害，随意拿起了面前的酒瓶，就朝着我扔了过来。我他妈问你话呢！他的力气没有掌握好，酒瓶没有掉落在我的身上，在我的面前骤然落地，碎成了渣子。可里面嫣红色的液体却打湿了我的皮鞋和裤脚。我身上的这套西装是私人定制的，今天第一次穿，就这样报废了。虽然我并不在乎这一点小钱，可难免还是觉得有些肉疼。宋安突然的发怒让包厢里的所有人都不敢说话。我将手机放进了口袋里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然后朝着宋安一步步走了过去。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得意起来，恐怕是觉得我会听他的话，将自己的尊严踩在脚底下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周崇，你要是把我哄高兴了，说不定我也会在公司里给你找个职位。我看保安就挺适合你的。但让宋安失望了，我只是停在他的面前俯视着他，淡淡道：“衣服是手工定制，鞋子是意大利的，刷卡还是转账？”宋安一时之间没回过神来。“什么？你毁了我的衣服和鞋，总需要赔偿点什么吧？”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服了他的面子。宋安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好看极了。坐在一边装鹌鹑的赵建荣突然出声道：“真是好笑，周崇，你哪里有钱去买私人定制？我看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吧？你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敲诈宋总一笔钱，穷鬼！”宋安的脸色因为赵建荣的话有所好转，他翘着腿，上下打量了我几眼。“就这身行头，我给你50最多了。现在有支付宝了吧？不会要我给你现金吧？”宋安的话显然是让现场的人回忆起了大学的时候，嗤笑声不断传进我的耳朵里。可我只是将自己的袖口卷了起来，露出了里面的商标。制作西装的设计师很出名，
他的每一件作品都会在袖口的里面缝上自己的名字，还有西装的编号。每一件西装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不可能出现假货。宋安眼中的嘲讽在看见那标志的一瞬间凝固了，他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看向我，而我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。再问一遍，刷卡还是现金？还没等宋安说话，我的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。看了眼手机屏幕，我对着宋安露出了一个抱歉的笑容后，直接推门离开了包厢。电话刚刚接起，那头就传来了一个带着怒火的女声：“周虫，你去哪里了？家里没人，公司也没人的。”我揉了揉自己的眉心，有些头疼。今天大学同学聚会，我在往外面吃饭。同学聚会为什么不带我？我也想看看你的同学。如果程婉晴在这里，一定会认出来。电话那头声音的主人就是新一任影后林淼淼。我和林淼淼的怨言要从1年前开始说起。那个时候的她还不是影后，只是一个在剧组被女主打压的可怜配角。我巡查的时候，恰好看见她躲在角落偷偷抹眼泪，问了几句才知道，原来是她的经纪人为了利益，想让林淼淼去抱金主大腿，被林淼淼拒绝后，放话要在娱乐圈里封杀她。我见不得一个好苗子就这样夭折，于是帮林淼淼付了违约金，将她接到了自己的公司里。从那天开始，林淼淼就成了我的小尾巴，整日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悠。对我的称呼也从一开始的周总变成了现在的没大没小。他喜欢我喜欢的格外明显。可林淼淼的演艺生涯还很长，恋爱对于娱乐圈的人来说，实在是一个最好不要触碰的禁忌。更何况，恋爱的对象还是自己的老板。所以，无论林淼淼表现得多么明显，我都假装不知道。我们聚会，待你像什么样子？你找我有事吗？电话那头的林淼淼声音一顿：“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？”他语气里的低落显而易见，可我却只能假装不知道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冷漠一些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挂了。我没等林淼淼的话说完，我就已经先一步挂断了电话。在门口重重叹了口气后，我又一次进入了包厢。可此时宋安的脸色已经好了很多，又一次恢复了一开始高高在上的样子。赵建荣看着我，笑道：“周虫，别装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”我挑眉，有些不解。他继续道：“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是偷的你老板的吧？为了在今天的聚会上装一下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怎么这么想让我们高看你一眼吗？只可惜啊，穷鬼再怎么装也还是穷鬼。”另一边的程婉晴整个人恍若无骨地趴在宋安的身上，对着我的方向撇了撇嘴：“真是替你未来的女朋友担心，摊上这么一个没出息的男人，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你就别担心了，穷鬼哪里有恋爱的资格？哪个女的会看上他啊？哈哈哈哈哈！”我的手机不断震动着，林淼淼给我发来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。我低下头，漫不经心点了点脑袋：“对，我确实没资格谈恋爱，毕竟追我的女人是当红影后，和她在一起，记者的长镜头都能对到我的脸上。”就在现场的气氛陷入凝固状态的时候，包厢的门被服务员打开，大堂经理走了进来。他的目光在我们几人的身上打量了一番后，最终视线停留在了宋安那儿。“先生，您停在门口的车被人剐蹭了，您要去看看吗？”宋安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，
没有人在遇见这样的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。边上的程婉晴当即道：“宋总，您今天出门开的哪辆车呀？也让我们跟着一起长长见识呗。”赵建荣跟着起哄：“是啊，宋总，也让周虫看看真正有钱人是什么样子的，可不是偷了别人的一件西装外套就能冒充的。”赵建荣的语气格外的阴阳怪气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嘲弄的意味。宋安被他们左一句右一句的话夸得飘飘然，当即一挥手，让所有人都跟着出去看看他的豪车。我倒是也有些好奇，宋安的排场弄得这么大，究竟是开了什么样的车子来彰显自己的身份？一行人跟在大堂经理的身后，浩浩荡荡地朝着外头走去。这家饭店是出了名的价格高昂，所以来吃饭的客人也都身价不菲。大堂经理将我们带到了事发的地方，就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正站在一边抽烟，听见脚步声后回过头来看向我们，眉头皱的可以夹死一只苍蝇。我混迹在人群之中，有些惊讶，倒是个熟人，沈家的小太子爷沈东鹤，从小被家里人宠坏了，性格张狂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他的亲哥哥。后来我和他哥混熟了，他怕的人又多了一个，就是我。沈东鹤叼着烟，看着走在最前面的宋安，扬了扬下巴：“你的车？”宋安冷着脸点头。沈东鹤继续道：“开个价，我赶时间呢。”一如既往嚣张的语气，拽得跟个258万一样。宋安最见不得的就是别人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，当即脸就垮了下来。沈东鹤不参与公司的事情，所以很少有人认识他，多半只听说过他的名字。站在宋安身边的程婉晴狐假虎威，叉着腰对着沈东鹤便开口唾骂：“你什么素质啊？自己把人家的车子给剐了，还这种语气，没让你赔礼道歉就不错了，你在这里装什么？”沈东鹤也是很久没有被人用这样的语气说话了，当即就气笑了：“我赔礼道歉？大妈，你谁啊？这里有你和我说话的份吗？”一句大妈直接让程婉晴的脸色涨红，瞪大了双眼。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宋安直接打断了：“行了，闭嘴！车子刮哪里了？我看看。”一旁默不作声的大堂经理立刻引着宋安走到了车子边上。可问题是，这辆车好像是我的。我看着车门上那一条长长的痕迹，在心里把沈东鹤骂了个狗血淋头。“先生，您看看赔偿方式。”张扬的阿斯顿马丁引起了很多人的惊呼声，其中以赵建荣最为夸张：“宋总这车也太帅了，您什么时候让我开一下吧？你毛手毛脚的，到时候再把车子弄坏了，宋总还是给我开吧。”但这样的恭维声并没有让宋安的脸色好看一些，因为那车压根不是他的。沈东鹤等得不耐烦了，开口催促道：“赶紧的看也看了，赔多少钱你直接给个数。”宋安的那句话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：“不是我的车。”这下轮到大堂经理惊讶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明明是看着车主朝着你们包厢的方向走过去的。我沉默片刻，缓缓举起了手：“车是我的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现场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赵建荣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，他扯了扯嘴角，发出了一声不敢置信的笑声：“周虫，你神经病吧？什么东西都敢认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你就说是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就算工作2辈子，不对，3辈子，你都买不起。”“就是啊，周虫，你穷疯了吧？为了点赔偿的钱，车子都乱认，你就不怕车主送你去坐牢？”程婉晴的双臂环胸，
对着我露出了鄙夷的目光。宋安淡淡看了我一眼，对着一边的大堂经理道：“不用管他，车子不是我们的。怎么这群人都听不懂人话吗？”我叹了口气，从人群中走上前去，看向了沈东鹤。沈东鹤，说吧，偷开你哥的车出来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沈东鹤看见我就像是看见了鬼，刚刚嚣张的样子完全消失不见了。他直接把嘴里吊着的烟拿了出来，然后丢在地上踩灭，对着我露出了讨好的笑容。不是，周崇哥，做人不用这么绝吧？我这不是不知道这车是你的吗？你家车库车子这么多，我哪里记得住车牌啊？我给你转账，我们私底下解决得了，你就完全当今天没见过我。看着沈东鹤谄媚的样子，我想起了他哥那张所有人欠了他500万的脸，也不知道一样的血缘怎么会长成截然不同的样子，下不为例。沈东鹤点头如捣蒜，眼睛亮得像是星星一样。不是，开玩笑的吧？周崇怎么可能开得起这样的车？赵建荣已经傻了眼，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倒是程婉晴为了不面对这个事实，给我的所作所为找了一个最好的理由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他收买了这个男的和大堂经理来做这一出戏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发达了。周崇，你别以为你能骗过我们的眼睛。程婉晴得意洋洋的，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相。沈东鹤听了他的话，朝我走近了2步。周崇哥，这女的脑子有毛病吧？该不会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吧？沈东鹤的嘴巴一向厉害，程婉晴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。宋安死死盯着我，冷声道：“周崇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，竟然用这样的办法欺骗我们。那个谁，周崇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。”沈东鹤左看右看，发现宋安是在和他说话之后，立刻眯起了眼睛。他冷笑着，俯视着宋安：“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这样和我说话？”他可是宋氏集团的总裁。赵建荣生怕宋安死得不够快，主动报上了名号。沈东鹤冷笑道：“宋氏集团什么业绩公司啊？回头就让我哥收购了他。”宋安一步都不肯让，当即回呛道：“你哥又是什么垃圾货色？”我看了看对峙的2个人，出声提醒：“他哥是沈夏明，只要是做生意的都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宋安的脸色顿时变了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声音都变得尖锐起来：“你怎么可能认识这种人？”沈东鹤懒散道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？周崇哥是崇明娱乐公司的总裁，认识我哥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不可能。”宋安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脸色骤然变得惨白，他的声音甚至带了点歇斯底里的味道：“周崇不可能混得比我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嚷嚷什么？自己没有别人厉害就认栽啊？吼2句能牛逼一点不成？”沈东鹤掏了掏自己的耳朵，轻啧了一声，然后对着我道：“周崇哥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钱到时候转你。小钱，去吧。”我拍了拍沈东鹤的肩膀，轻笑道。他脚步轻快地离开了，可站在我对面的3人却已经嘴唇颤抖，其中以程婉晴最为明显，毕竟他一门心思想要进入的就是我的公司。程婉晴眼睛里含着泪水看向我，声音都有些发抖：“周崇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，我是真的想做演员。你……”他说着上前拉住了我的衣袖，微微弯下腰的样子恰好露出了自己一半的雪白的胸脯。我还没说话，身后就传来了熟悉的女声：“你勾引谁呢？”一只手用力将我向后拽去，我立刻逃离了程婉晴的拉扯。林淼淼站在我的身边，
脚上踩着8厘米的高跟鞋，就算戴着帽子也挡不住她的美貌。一双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。林淼淼，一边的赵建荣已经看呆了，嘴巴就没有合上过。林淼淼淡淡扫了他一眼，然后对着程婉晴厉声道：“你这种靠着身体搏上位的人，一辈子都进不了崇明的大门。”我压低了声音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林淼淼偏过头看向我，脸上的神情变得很快，转头就成了无辜的模样。我问了你的助理，知道你在这里吃饭，挂我电话还不回我消息。周崇，你太过分了！林淼淼说着，眼泪就要落下来。他总是用这一招来对我，偏偏我明知道是假的，却还是每次都不忍心。好，我知道错了，回去请你吃饭好不好？林淼淼不愧是影后，眼泪说收就收，立刻眉开眼笑起来。别下次了，就现在，我还没吃饭呢，饿死了。他说着就要带着我离开，可我看着眼前失魂落魄的宋安，还是没忍住道：“宋安，我是真的把你当成朋友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和我原本的朋友关系也已经不可能维系了，你好自为之。”宋安看着我的眼神带着恨意，但我并不害怕。蚂蚁的怒火对于大象来说，也不过只是挠痒罢了。我和林淼淼一起吃饭的照片，不知被哪个记者拍了下来，发在了网上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林淼淼直接发微博承认了正在追求我，他的粉丝们个个哭天喊地。被林淼淼的经纪人告状告到我面前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我是演员，演员恋爱怎么了？我对林淼淼从来就没什么办法，迫不得已，我用公司的大号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出乎我意料的，原本千方百计想要阻止林淼淼的粉丝和网友们，在得知了我的身份后，态度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不仅支持林淼淼对我的追求，甚至还有给我发私信让我赶紧答应下来的。林淼淼因此高涨了士气。而同学聚会那天结束后，程婉晴私底下来联系过我很多次，想要靠着和我睡觉达成自己的目的。结果被林淼淼发现了他发来的消息，打电话骂了他半个小时。就这样还不够，林淼淼还在微博上内涵程婉晴的所作所为。一条意有所指的微博让所有网友纷纷揣测他口中的那个女人是谁，不知是哪个神通广大的能人，竟然找到了我们在饭店门口对峙的照片。照片里的程婉晴拽着我的衣角，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她原本因演了2部小成本网剧，已经有了些粉丝基础，立刻微博就被人冲了。没有办法，程婉晴只好关闭了微博评论，假装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。我垂眸看着自己意大利手工定制的皮鞋，微微勾起了嘴角。就像我说的，宋安得罪的人太多了，那天还对着沈东鹤口出狂言。虽然沈夏明对这个弟弟要求严格，却也是个十足的地控，当即就第一个对宋安开始发难。别的老板们见风使舵，纷纷站队沈家。宋安的公司根基本就不稳，在这样的排挤之下，股票一路下跌，资金很快就短缺了。他走投无路之下，竟然找到了我，希望我伸出援手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眺望着城市的夜景，听着电话那头的宋安说着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，声泪俱下。他说完，又开始对着我道歉，将自己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，希望我可以不计前嫌地帮助他渡过难关。我喝了一口红酒，轻笑道：“宋总，
上次您毁了我的衣服和鞋，我还没有和您算账，账单明天会送到你的助理那里，记得给我转钱。”在宋安气急败坏地对我破口大骂之前，我先一步挂断了电话。后来，我倒是还见过程婉晴和宋安一面，在一场晚宴上，程婉晴跟在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身边，因为我多看了他几眼，那男的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将程婉晴送到我的床上。昔日精致的脸上，如今是厚重的粉底液都挡不住的憔悴。而宋安公司破产后，他成了那场宴会的服务员。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正偷偷往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塞着会场的食物。见我看过来，宋安动作一顿，转身就逃跑了。看什么呢？林淼淼从身后牵住了我的手，我笑着收回了视线，反手搂住了他的腰，看个上不了台面的老鼠罢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